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第20条戏外戏内遭遇争议，无辜成为众矢之的。今年春节档形势真的一片大好，毕竟档期上映的贺岁片品质都不错，票房也是如破竹般节节高升。其中由张艺谋执导的第20条，上映5天票房已经突破7亿。平台预测总票房将近20亿。今天还看到一条热搜，第20条连续票房逆跌，对于这样一部现实主义类型片而言，表现相当亮眼。影片在热映，口碑票房在一路飞奔，但也总有一些人闲不住，唯恐天下不乱般给各部影片抹黑引战。刚刚就看到了有关第20条女主争番的话题，拿着一张3位女演员的合照大做文章。也截取一些主创访谈的片段开启意淫，实在有些无中生有，愤怒之余让人不吐不快。看到网上有人说马丽是主演，怎么没站在 C 位？为什么赵丽颖站在 C 位？听到这句非常熟悉的看似质疑实则引战的话，实在让人一脸黑线。这只不过是第20条剧组拍摄的时尚大片中的一张而已，请问你有没有看过其他照片？整套大片把每位演员都考虑到了，比如这张全剧组大合影。但问从照片来看，究竟谁在 C 位？是坐在前排正中的张艺谋导演和男1号雷佳音呢？还是后排居中霸气十足的大嫂高叶呢？反正人人都有嘴，怎么说也都是理。再说回上面的3位女主的合影，但凡买票看过影片，都不会瞎琢磨。本来在影片中，由赵丽颖饰演的聋哑苦命女郝秀萍，就是被呵护、被保护的弱者，这样的站位与影片的剧情是相当的贴合了。再有，高叶和马丽从形象上看就是毋庸置疑的大姐，呵护小妹妹也无可厚非。其实有关主演排序，电影类目上也都标注的明明白白，看过影片都知道，还是非常公平客观的。电影官斗发布的物料始终以雷佳音、马丽一家3口的内容为主，赵丽颖的视频数量虽然不多，但数据却极为亮眼。句号，电影推广必须要精准而有效。放眼整部第20条，各位主演都非常优秀，但最大的话题点无疑在赵丽颖这里。其一，这是赵丽颖与张艺谋导演的首次合作；其二，赵丽颖饰演聋哑人，也是她在表演层面的转型与挑战。其三，赵丽颖拥有庞大的粉丝群，粉丝们不仅自己会买票，而且也会卖力为爱豆的作品宣传，一举3得，让推广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这种好事，搁谁也都不会错过啊！而事实也证明，有关赵丽颖的电影物料都收获了极高的热度。一直很鄙视有些所谓自媒体，总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搬弄是非，将整个内娱搞得乌烟瘴气。第20条票房大爆，肯定是蹭热度的焦点。赵丽颖人红是非多，谁都想踩一脚刷个存在感，也都是不争的事实。但他们罔顾事实，并不关心真相，要的只是流量，或捧或砸，怎么写有关注度就怎么写，指望从他们那里听到客观评价，真的不太有可能。不得不说，粉丝们确实带动了影片的预售成绩，而赵丽颖的高关注度与高热度，也会天然带动影片的热度，助力到排片。要知道，春季档绝对是排片为王的，排片者得票房，这个道理谁都懂。同时，赵丽颖在影片中的颠覆性表演，也确实可以吸引到更多的观众，不仅强化了影片在题材方面的吸引力，而且也通过这个角色背后的故事，引发更多的购票观影期待。抛开所有的纷争，影片上映之后才见真章。第20条确实口碑爆棚，无论是张艺谋导演的创作手法，还是包括雷佳音、马丽在内的一众主演们的表演，都收获大量好评。特别是由赵丽颖饰演的郝秀萍，不仅仅是剧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紧贴正当防卫的故事线，而且这个人物在凄苦之中所呈现的弧光，更是感动了万千观众。对于一名演员而言，饰演聋哑人
不仅仅要刻苦学习手语，更是在无声的表演中，通过眼神、表情和肢体语言来诠释人物的内心世界。赵丽颖饰演的郝秀萍，从造型上看，确实是洗尽铅华般的质朴，而在表演层面，则是吃透了人物的内心。她始终惊恐又愤怒的眼神，正是对周遭霸凌欺辱的最强力控诉。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郝秀萍跳楼的部分，站在楼顶天台的这个柔弱女子，头发凌乱，眼睛通红，青筋暴起，被逼到绝路的她，虽然不舍自己的丈夫与女儿，但又不得不以死来求得公正与法理，义无反顾地从楼上跳下。这一刻真的太戳心了，让人不忍直视，但又忍不住关注她的命运之变。可以说，郝秀萍是整部第20条中的暴风眼，她用自己的奋不顾身，诠释了人间正义的不屈。当然，一部电影能够大卖，绝非凭一人之力，是全体主创们的功劳。特别是在影片上映之后，全都要交给观众和市场来检验。而对于演员来说，用心诠释好自己的角色，尽心尽力跑路演推广宣传，便是尽到的最大本分。对于赵丽颖而言同样如此，不仅带来了突破性的表演，而且也在自己的粉丝9000多万的微博，从预售到公映到热映，连续发10多条内容推广第20条，也确实是为影片强力助阵了。细述赵丽颖的从艺之路，从2006年出道，始终兢兢业业，勤勉向前。2013年于《陆贞传奇》首次出任女主角，并收获了当年的金鹰女神，全力开启事业的新篇章。这些年来，她接连出演《花千骨》《楚乔传》，带火了仙侠剧。民国时代剧起来后，她出演了《老九门》。小说 IP 剧火了，她出演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。主旋律时代到来，她出演了《风吹半夏幸福到万家》。有网友总结赵丽颖拍过的电视剧完整集，继了《王后将相是农工商》《仙侠妖魔》，她确实一直在努力拓宽自己在表演层面的广度与深度。如今第20条中的郝秀萍沉冤的雪，但在现实中，有关第20条赵丽颖的黑轮还在继续。戏里戏外，她似乎都是那个需要被保护、被证明的弱者。我们又该如何来还她一个公正客观的清白呢？清者自清，还是让我们更多的关注电影，关注演员的努力与勤奋吧，不用被无聊的虚构话题带偏了节奏。在电影第20条中，赵丽颖饰演的郝秀萍角色遭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批评和争议，尽管她已经被证明是无辜的，然而一些负面的讨论和谣言仍然在社交媒体上持续存在。赵丽颖似乎成了一个需要被保护和辩护的弱者，这种现象令人不安。我们应该给予赵丽颖公正和客观的评价，而不是被一些不实的指责所左右。在电影作品中，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演员的努力和付出，而不是被虚构和无聊的话题所干扰。作为观众，我们有责任独立思考，不要盲目相信谣言和偏见。我们应该珍惜电影艺术，尊重演员的劳动成果，给予他们应有的认可和支持。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人关注电影的真正意义，珍惜演员们的辛勤付出，为他们创造一个公正、和谐的工作环境。揭秘王一博2022年点评：春山学智慧，解码他的成功之道与火爆背后的原因。大年初一的娱乐圈，仿佛被一股春山学文学风潮席卷而来，在各种实锤与反转之间轮换不停，业内人士既出现，而这一切的开端就来源于白敬亭、魏大勋、魏晨3个人装扮的一红二白、一黑二白。可实际上，王一博早在2022年就已经见识到了这所谓春山学，并且经验独到地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点评了舞者们。当时，这就是街舞第5季的舞台上，一共3位舞者上场，其中2位舞者身着白衣，唯独1人选择黄色。这也就造成了无论是现场观众还是观看视频的观众，这视野的中心就不自觉地偏向那位黄衣舞者。王一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，他深知色彩对于舞台画面的重要性。在他的眼中，
舞台不仅仅是个人的展示，更是团队的合作。每一个细节，每一个色彩，都应该是为了整体的舞台效果而服务。他强调，3个人的力量远远超过1个人。当每个人都为了整体的和谐与统一而努力时，舞台的魅力将达到顶峰。他们2个穿的都是白色的，你要穿黄色的，其实这很影响画面的，非常影响。你们本来人就少，一个很跳的颜色会非常影响画面。怎么说呢？3个人的力量肯定是远远大过1个人的力量的。如果凸显自己的话，可能3个人的力量还不如3个人一起跳棋，效果会更好。因为其实手臂一伸出来，基本上是白色的，突然一个黄色非常影响画面，会很影响我们的判断。王一博的这番话不仅仅是对舞者的点评，更是对舞台艺术的深刻思考。他始终坚守着对舞台的敬畏之心，对每一次表演都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和努力。他明白，实力是硬道理，只有真正的实力才能赢得观众的认可。而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，或许能短暂的吸引眼球，但终究无法长久。在这个春山学文学霸屏的时刻，王一博的名字再次被提及。他的舞台智慧和专业态度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楷模。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，只有真正的实力和敬业，才能在舞台上大放异彩。即便靠所谓的衣服颜色与其他人不同来吸引观众们，倒不如精进自己的业务能力，靠自己的实力来留住观众，留住粉丝。王一博的这一份来自2022年的视频，在如今看来也是绝对不过时的。他始终是一个清醒且努力的舞者，他的每一次表演都是对舞台艺术的最好诠释。他的业务能力无疑是别人无法轻易拿走的资本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才能够在节目中一眼看透这所谓的春山学。王一博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艺人，不仅在舞台上表现出色，而且在他的言行举止中也展现了卓越的才华和智慧。他的言辞总是充满着深刻的见解和独到的分析，不仅能够准确地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，还能够给出中肯的建议和意见。首先，王一博的言辞总是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。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，他的话语总是能够给人以启发和帮助，让人们从中获得收获和启示。他的建议总是贴近实际，富有启发性，让人不仅感受到他的智慧和见识，也感受到他的温暖和关怀。其次，王一博的言辞总是准确而犀利，足以引起人们的共鸣和思考。他不会随意发表言论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做出具有影响力的表态。无论是对于舞台上的表演，还是对于社会时事的评论，他总能够准确把握问题的本质，为人们带来新的思考和观点。最后，王一博的言辞总是富有深意，充满着对艺术和文化的尊重和热爱。他不仅注重自己的舞台表现，也尊重和欣赏其他艺术家的努力和成就，给予他们充分的肯定和赞扬。他的言辞既是对艺术的礼赞，也是对文化的传承，展现了他作为一名艺人的责任和担当。综上所述，王一博的言辞充满着智慧和见识，既能够给人以启发和帮助，又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和思考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期待着他能够继续带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表演和深刻思考，展现他独特的舞台魅力和艺术魅力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